Lūdzu, atbraukšu Rīgā. Šeit pilsēta ļoti skaista, ļoti interesanta, un mēs gaidīsim visiem。一个人口不到70万，而且还在不断减少的袖珍城市，却被称为波罗的海的巴黎。这里是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里加，它拥有全欧洲最多的新艺术主义建筑，走在街头，仿佛穿越到100年前的欧洲电影里。拉脱维亚是一个年轻却历史复杂的国家，几百年来被瑞典和沙俄相继统治，后来卷入2次世界大战，苏联时期还有大量军队驻扎在此，直到1991年独立。所以你在里加的街头可以同时看到德式、俄式、北欧式建筑混在一起，非常独特。拉脱维亚人均 GDP 24000美元，在最富有的首都里加，月工资中位数为1400美元。今天看看100元人民币在里加的街头能买到什么吧。欢迎来到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我的第2站拉脱维亚，现在是在这个里加，然后这边好冷。因为我只带了这一件外套，所以很冷。然后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现在是在这边的老城区，然后这边整个老城区呢，这边是一个应该是地标性的教堂，整个老城区都是在世界文化遗产里面。然后拉脱维亚总体的人口是180万，首都大概是63万，和我刚刚去的维尔纽斯差不多，稍微多一点。然后它这边呢，人口最高峰其实是在刚建国的时候，1990年，所以现在也是欧盟流失人口最严重的国家。100人民币相当于大概12欧元。然后今天看一下12欧元在这个首都能买到什么，也是我发现非常冷清，看到吗？相当的冷清啊！我现在都在想。这个在这边住，夏天还好，冬天简直是会很恐怖。给大家看下磁铁，这个还挺漂亮的，但是这个好贵，要5块钱。但这好像确实是手画的。看这边有一个猫，这边有一个建筑呢，上面有一个猫，就是这个形状。这个要12块，13块。这个房子是6块。这个是我看过挺可爱的，这个多少钱？26块。这个挺好玩的，这个形状。我在维尔纽斯也看到很多用这种黄色的做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这边也有很多。拿一个这个还不错。其实大家看这个磁铁啊，这上面有3个星星，手上托起来的。因为这边有一个像那个自由女神像一样，这3个星星是代表波罗的海3小国，看到吗？大家可以看今天风有多大，还好今天有太阳，不然很冷，明天要下雨。拉脱维亚也是这样的。现在没有人闯红灯，看到吗？一辆车子都没有。这边还不错，有这种刷卡的公厕，看到吗？0.5。里加呢有一条非常漂亮的河，然后你可以沿着河走。但这边有点太冷了，要天气再好一点就更好。我前面这家店呢，就是我采访的好几个人都推荐我来的。他说是拉脱维亚非常非常有名，当地人也非常喜欢吃的，叫 Lidl， 大家一定要来试一下。我等一下进去试一下。
李家这个郁金香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它种了很多不同的颜色，是我看过应该是最漂亮的郁金香的公园。这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在磁铁上的自由女神像，它上面有托起3个星星，是分别代表波罗的海3小国。然后说实话，这3小国很多东西都很统一。我刚刚从那个立陶宛过来，他们的车标啊，车上的路牌啊，都差不多，都是统一规格。然后呢，这个在苏联时期呢，尝试被苏联政府推翻，因为当时他们苏联不想让这个3小国团结，但是很幸运的是，苏联没有把这个东西推翻，然后他把它重新定义。他说这个托起来的星星是代表祖国俄国，就跟他们洗脑。这远方的有没有像是华沙的那个小型版？华沙也有个文化中心。现在这个是在火车站后面的一个大集市，看样子像是买水果的比较多，看到吗？都是老太太在买水果。今天是周一，哎，这盒草莓3块5，哇，挺便宜的啊，3块5 1000克。我发现现在由于中国商品太厉害了，就你走到哪个国家，基本上都是看到吗？基本上都是中国货，就缺少了一些当地的特色，因为当地人做的东西根本就竞争不了中国的价钱，这个也是好处也是坏处。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大市场，这个里面应该会卖一些特色当地的东西，看一下，肉摊，这边是咖啡，也是连锁的药店。这个是什么？晚上睡得香吗？他们这边也是吃猪内脏的，猪肝，4块钱1000克，花肉、牛尾。这是香菇吗 ？How much is one box? How much is one box? OK， 他要称，我看一下。他也不跟我说，直接上单。How much is it? How much? Okay, good. Yeah, 2块1还行。How do you say thank you in Latvian? No. Thank you in Latvian. No Latvian, no. No Latvian. No. Russian? No. You speak Latvian? Grecia. Rezia? Yeah, Grecia. No. I mean, how do you say thank you in your language? Mr. Bro. OK， 听不懂。OK, thank you. 刚刚我后面那个老太太好像还有点生气，我猜她是不是俄国人呢？因为我叫她说拉扁，她听到那个拉扁，她就在那边皱眉头。这个市场很大，我差点错过了这个。这边还有一个专门吃东西的，看到吗？专门卖当地的小食物的，看一下，一股油炸的那种油味，看一下。1块6，这是包子、饺子吗？这家有点像卖中国餐的，但是店名好像也没写中国字。它是这个冷冻的，怪不得。Can I get one of this? Just one. Thank you. How do you say thank you in Latvian in your language? Pal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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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Paldies. Paldies. Okay. Where are you from? China. China. Yeah. Oh, it's good. 70.
Valdez. Big country. Yeah, far away. Yeah. 来尝一下。一般般，好硬，但它上面有那个果酱，还行。刚刚那个大姐就好很多，态度不像那个卖草莓的，感觉今天可能吃了火药了。这个看上去非常好吃，这个白的，这里还有提拉米苏，这家感觉做的不错，很漂亮做的。点了一杯 cappuccino。大家有机会了可以来这边记得逛一下，很多可以想吃的东西。Thank you。发生了一件，第一次发生这个事情，第一次，就我刚刚在那边听他弹琴嘛，我已经准备好了钱给钱的，然后我站在那边拍，然后拍了一下，然后他就停了，他停了一下，跟我指要钱的动作，然后我跟他说，我就手上拿钱给他看，我说我本来是要给你的，但是你这样真的是就是非常不好，然后我就走了。第一次有卖艺的人看到我在拍，然后他停止表演，而且他当时可能也比较后悔。他当时看到我手上有钱，然后他就立马催我说：“你不要催了，我走了，拜拜。”这个让我想起了在摩尔多瓦的 Chisinau 也是这样的，基辛的屋也是这样的铁的。里加呢，应该算怎么讲？虽然这个古城也挺漂亮的，但是可能又是先入为主吧。因为里加是在这3个国家里面最穷的，就能看出它的一些火车的建设啊，确实有点就是跟其他2个国家相比，波兰还有这个我刚刚到的维尔纽斯确实要稍微差一点。里加的老城呢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然后这边呢是全世界木头建筑最多的首都。这边有4000多栋木头建筑，但是我现在在古城转了老久了，也没有看到几栋木头建筑，好像都是大理石或者是都是砖砌的。这是我人生见过第一次这么多的鸡在一起，这么多鸡，看到吗？这家是鸡店吗？看这家店叫什么名字啊？看这家店是叫Peter Gallis。这个雕塑呢，昨天有听到导游说是和德国人有关的，因为里加好像就是跟德国的关系还挺紧密的。大家具体有谁知道可以查一查。这边是一个猪，一个狗，然后一个猫，然后这上面又是一个鸡。说鸡又看到了鸡，是在这个大教堂的下面。那看这个名字 ，Garda Maltite。Garda 是在爱尔兰是警察的意思，我不知道这边 Garda 是什么意思。这边有写是 fine dining 的意思，好的用餐。等于 Garda 在拉脱维亚语是好的意思。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披萨机，还不错哦，6块9毛9，7块5毛9，这写3分钟做好，感觉还挺那个的，挺高科技的。What's the flavor? What's the flavor? This one. Okay, yeah, that's fine, no problem. 拿一个这个看上去还挺好吃，因为他跟我说了你好。4.50，这么小一块4块5，这是我吃过最贵的这种点心了。但是非常好吃，有点像花生糖的感觉，但是没有花生糖那么硬。它外面是那个叫蔓越莓的那种酱，还不错，就是有点贵。最后兜来兜去，还是兜到这个市场来买最后的这几块钱。然后我发现，其实我去了这么多国家，
在欧洲反而买不到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就是很多同质化的东西，像什么冰箱贴啊，还有一些就是很同质化，没有什么什么艺术感，也没有什么特色。如果你去那种很穷的国家，像非洲啊，像拉丁美洲，你可以买到很多当地的东西。3欧的磁铁，2.1欧的草莓，0.7欧的面包，1.7欧的咖啡，4.5欧的很好吃的甜点。李家的物价水平在欧洲来说真的算是很低的，比波兰都要便宜一些。这里最大的缺点应该就是漫漫的冬季非常难熬。好了，下期见。